何三儿，这原是周瑞的干儿子。请老爷的安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回老爷，昨夜里老太太的房子遭了盗，上房的东西都给偷走了。会的甄家举荐的包邮，赶贼打死一个，现在已经呈报给文物衙门，衙门让我们查清了东西，呈报上去。那尸单怎么开的？家里人都不知道，还没有开单呢。哦，那还好，咱们是动过家的，是要把好东西报上去了，反倒是招了罪名。对，这莲儿还在外出，上级未回，等他回来以后再好好的商量商量。是。且说那伙贼原是何三等要的，偷抢了好些金银财宝，接运出去。因在窗外看见里面灯光底下的美人，哪顾性命，顿起不良，一心想着妙玉。只是孤安女众，不难欺负。到了第二天夜静，便拿了短兵器，带了些闷香，又跳上高墙，潜入陇翠庵。极洁极静的女儿，被这强盗的媚香熏住，由着她多弄了去了。真是一事不了，一事又出，这可怎么好呢？又出什么事了？陇翠庵的道婆来寻妙玉师傅，说是妙玉昨日一早来了没回去，要问姑娘您呢。快请进来。小马师傅还在房里，早上却没了踪影，只散了这一地的珠子。我往院里又见了软梯刀鞘，师傅若是不在姑娘这里，想必是遭了劫，被那贼子抢去了，也未可知道。怎么你们都没听见什么吗？怎么没听见？只是被煤气熏着了，想必是那贼子烧了闷香，寻找不见了师傅。他素来孤洁得很，岂肯惜命？你们都别哭了，也叫人哭不回来。这是劫数，你们都出去吧，我要静静。且说陇翠庵原是贾府的地址，因盖醒青园子，将那庵圈在里头。向来食用香火，并不动贾府的钱粮。今日妙玉被劫，只为贾政新丧，也不敢将这些没要紧的事回禀。只有惜春知道此事，日夜不安。父母早死，嫂子嫌我，头里有老太太，到底还疼我些。如今也死了，
留下我孤苦伶仃，如何了局？迎春姐姐折磨死了，十姐姐守着病人，三姐姐远去，这都是命里所招，不能自由。独有妙玉，如闲云野鹤，无拘无束。我若能学它，就造化不小了。这回看家已大担不是，还有何言在这里？有恐太太们不知我的心事，将来的后事如何了？奶奶，您可来了？怎么了这是？姑娘，好好的，你又闹这些做什么？嫂子不用劝我了，做了女孩，终不能在家一辈子的。若像二姐姐一样，老爷太太们倒要烦心。况且她也死了，求嫂子去告诉老爷太太们，如今譬如我死了似的放我出了家，干干净净的一辈子，就是疼我了。什么死了活了的？还嫌咱们家这些天死的人少了吗？嫂子但饶了我这一遭，由得我剪了头发做姑子去，自然没有什么可闹的了。谢你们依我呢，我就是得了命了。若不依我，我也没法，只有死就完了。我若随了自己的心愿，那时哥哥回来，我和他说，并不是你们逼着我的。若说我死了，未免哥哥回来倒说你们不容我。你们看看啊，我拦着他，倒好像为自己开脱似的。这可是姑娘自己拿的主意，我只随了姑娘的心意便是。这样最好，多谢嫂子了。贾政正在铁槛寺率太太们准备回府，在贾母灵前辞别。谁知众人哭了一场都起来，赵姨娘却还趴在地下不起。姨娘，姨娘，姨娘，哎呀，听见了，怎么了？老太太在叫我，让我留下。老太太哪用你来呀？没有的事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多派几个人在这瞧着他，咱们先回去。到了城里啊，打发大夫出来瞧吧。老太太饶命啊！老太太饶命！男丈夫言外语，又说是跟了老太太去，还是鸳鸯姑娘附在他身上了。鸳鸯姐姐，饶命！鸳鸯姐姐，鸳鸯姐姐，你死是自愿的，你赵姨娘有何相干？我求求你，你放了他吧！你放了他吧！你放了他吧！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是冤枉前人拿我和马婆子是夜法的案子，我不是冤枉。我的好儿奶奶，亲儿奶奶，干什么？是我干的！别这么胡闹了！行了行了，你看，哎呀，赶快扶着他！行了你，我吧。贾政回到荣府，将前后被盗的事问了一遍。林之孝一早进书房跪着，并将周瑞供了出来。昨晚是怎么回事？这件事情周瑞也有关。衙门拿住了鲍二，身边搜出了尸单上的东西，正在夹训，要在他身上要那伙贼的。家奴负恩，引贼盗窃家主，真是反了！来人，到城外将那个周瑞给我捆了，送到衙门里审问。是。你还跪着干什么？奴才该死，求老爷开恩。老爷，这2天的花费，外边的催来了。叫梁二姨算明了，再来回。老爷，办老太太的事儿本已亏空许多，如今银两钱财又被贼人偷去，该着这些奴才们身上拿出来。老太太的事儿，银两被贼人偷去了，就该发奴才拿出来。
你媳妇儿怎么样？看来是不中用了。不料这家运竟衰败得如此。话说赵姨娘在寺内得了暴病，眼睛突出，嘴里鲜血直流，整整的闹了一夜。大夫来了也不敢诊。我看是不中用了，你们要给他准备后事吧。说了起身就走。贾环听了大哭起来。这里1人传10，10人传100，都知道赵姨娘是的病是邪魔袭至，因此更加悲苦，只求速死。姐姐，很久不见了，做妹妹的想念得很，想见却不能。我还以为是你二爷呢，二爷是不会来的。姐姐的心机已经用尽了，把她的前程去了，叫她如今见不得人。我如今以后，我的心太窄了。妹妹不念旧恶，还来瞧我。在哪儿啊？在里面呢，姥姥。给姑奶奶请安。姥姥你好。姥姥，怎么这时候才来啊？我真糊涂的要死，怎么不早来给姑奶奶请安呢？来，快给姑奶奶请安。你外孙女？对对，都长这么大了。我的姑奶奶，怎么几个月没见，就病到这个份儿呢？小红，快带着孩子吃果子去。我们屯乡里的人
不会病的。若一病啊，就要求神许愿，从不知道吃药。我看姑奶奶的病不是撞个着什么了。你是有年纪的人，说的不错呀。你知道吗？你见过的赵姨娘，她死了。好端端的一个人，怎么死了呢？阿弥陀佛，我记得她还有一个小哥，如今怎么样了？这怕什么？她还有老爷太太呢。姑娘，你是不知道啊。不好死了是亲生的，隔着肚皮是不中用的。姑奶奶，你要哥要寡，你可别哭啊！哎，我这杀千刀的嘴呀！姥姥，你瞧去，妨碍不妨碍？说是罪过呀，我瞧着不好。给二爷请安。这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要了我的命了！还在找二爷呢！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奶奶，奶奶。怎么了？我听见说凤丫头不好，吓死我了。给太太请安。姥姥也在呢。太太请。虽然是小啊，可里头有一尊菩萨，拜的人呐，没有说不灵的。明儿啊，我回去便给姑奶奶去求神祷告去啊。求姥姥替我祷告。哎，要贡献的银钱，我有。姑奶奶，不用这个，不用这个的，不用。我们村庄的人许了愿呐，好了以后啊，就花上几百钱就行了，哪用这些呀？就是我替姑奶奶去求，也是许愿，等好了以后啊，姑奶奶自己再去求，想花多少就花多少，啊。姥姥，我的命交给你了。哎，我呢，
姐也是个千灾百病的，也交给你了。哎，这么着，我看天气尚早，还赶得出城去，我就去了。明儿姑奶奶好了，再请去还愿去，啊。求姥姥替我用心，我能安稳的睡一觉，我就感激你了。啊，你那外孙女儿，就让她在这儿住下吧。庄稼孩子没见过世面，没得在这儿打嘴，我带他去的好啊。这就多行了。既是一家子，就别客气了。我们虽然穷了，多一个人吃饭也碍不着什么的。那是好啊，等我问了他，就把他放到这儿。姑奶奶，你好生休息啊，回头就好了。我去了。凤姐病得危急古怪，从3更天起到4更时候，没有住嘴说些胡话，要传要叫的，说到金陵归入册子去。众人不懂，指着去胡了传教。还没等烧完，凤姐就咽了气了。贾琏此时手足无措，叫人传了赖大来，叫他办理丧事。贾琏即刻打发人去请他大舅子王仁过来。那王仁自从王子腾死后，已闹得六亲不和，今知妹子死了，只得赶着过来，哭了一场。见这里诸事将就，心下便不舒服。你们这是怎么搞的？我妹妹在你们家辛辛苦苦当了几年家，也没什么错处，你们应该认真发护才是啊！怎么到了这个时候，诸事还没有齐备？混账东西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我怎么不能说了啊？我妹妹的后事办成这个样子，你们让她人走了，都没有一点体面。你们这么做，丢的可是你们贾家的脸。现在人都死了，你还在这里说这样的混账话，我为什么不能说？住嘴！我就要说住嘴！你对得起我妹妹吗？啊！你说，快来人了！我对得起我妹妹吗？贾琏行事了，但是手头不济，诸事拮据，又想起凤姐素日来的好处，更加悲哭不已，直到天亮，只忙着弄银钱使用，一时实在不能张罗。平儿看得出来，拿出自己的使用，贾琏心里倒着实感激他，诸凡事情便与平儿商量。凤姐只停了10余天，便送了病。只可怜凤姐一生张罗，竟落得如此惨淡，草草收场。听宝丫头说，你这几日的精神越发的好了，我还不信呢。今日看着，果然是全好了。今日叫你们来，是有事要嘱咐。我和莲儿都商议了，如今老太太和林姑娘的灵柩还停在寺里，终究是不放心的。先前家里连连出事儿，我走不开，宝玉的病也大好了，你们连二嫂子的事儿也算过去了，所以我想送老太太和林姑娘的灵柩回南边去。家里的事儿有莲儿招呼，我也放心。
唯一一件事情要嘱咐他，秋闱，秋闱眼看就要到了，我不在，你们要好好的读书。皇儿是有福的，不能入场；然而呢，福满了，也可以考试的。宝玉务必要考，若你们能够中一个举人，也好赎一赎咱们的罪名。贾政要扶老太太的灵柩回南安葬，同送了黛玉、秦氏、凤姐鸳鸯的棺木回去安葬，别了宗祠，在城外念了几天经，带了林之孝等而去，也没有惊动亲友，唯有自家男女送了一程回来。这日，紫娟送了林黛玉的灵柩回来，闷坐自己屋里啼哭。宝玉无情，见他林妹妹的灵柩回去，并不伤心落泪。这样负心的人，从前都是花言巧语来哄我们。我想女孩子们多半是痴心的，白操了那些时的心，看将来怎样结局。紫娟姐姐，紫娟姐姐，你开门呐！紫娟姐姐，我知道今日送林妹妹回南边，你心里难过，但她这也算是魂归故里，算是了了她的心愿了。紫娟姐姐，你也别难过，她远比我们这些人都有福。多谢二爷开解，二爷请回吧。我跟林姑娘一场，为她哭哭总是应该的，让她知道，这府里还有人想着她，念着她。太太，刚才接到我父亲的书信，说是病重得很，叫我就去，说迟了恐怕就不能见面。快起来！信上写的是什么病啊？写的是感冒风寒引起来的，如今成了痨病了。现在专差一个人连日连夜赶来，说如若再耽搁一两天，恐怕就不能见面了。故来回太太，这儿必得就去才好。阿弥陀佛，既这样，很应该去。只是妞无人照管，还亏平儿的照顾。妞心里也明白，只是性子比她娘还刚烈些。求太太时常管教管教她。只是放着乔姐的祖母在那里，托我做什么？太太要说这样的话，这儿就该活活的打死了。没什么说的，只求太太始终疼侄儿就是了。哎呀，起来起来，娘儿们说话，这是怎么说？只是一件，孩子也大了，倘或你父亲有个一差二错，又给耽搁住了，或者有个门当户对的来说亲，还是等你回来，还是你太太做主？现在太太们在家，自然是太太们做主，不必等我。你要去，便写个禀帖，给二老爷送个信，说家下无人，你父亲又不知怎样，快请二老爷将老太太的大事早早的完结，快快的回来。是。
咱们家的下人家里还够使唤，只是园里没有人，太空了。包勇也跟了他姥爷去了。姨太太的房屋，薛二爷也搬到自己的房里住去了。园里一带房屋都是空的，忒没照应，还得太太时常叫人查看查看。那陇翠庵原是咱们家的地基，如今妙玉也不知道哪里去了，四妹妹又在那里修行，所有的根基还是府上照应就是了。四丫头那孩子偏有那么个孤绝的性子，她嫂子不愿意管，我也拦不住她。她要做姑子，也只得随她去。只是不知道她哥哥回来，我可怎么交代呀？真难得。太太有所不知，四妹妹实在是具有慧心，洞彻了红尘，才能有今日的发愿。当日我病的时候，曾梦见过一首诗，竟像是四妹妹的写照。你何时又奏出首诗来？看破三春竟不长，自意顿改新年妆。可怜绣户侯门女，独我青灯古佛旁。不好了，这人又入了魔了。你这是哪里看来的？怎么就突然说出这些？罢了，我知道了。你们可叫我怎么办呢？我也没法了呀，我也只得由着你们去吧。但是得等我合上眼，各自干各自的，就完了。太太别急，我看他不过是一时昏困，说的尽是些荤话，以前也没少说，何苦如今当真？太太，你千万别生气。宝兄弟，宝兄弟，你快跟太太好好说说，你原是玩笑话，并没有别的意思。啊，宝玉，宝玉，紫娟求太太奶奶们件事儿。说吧。我服侍林姑娘一场，林姑娘待我，太太也是知道的，实在是恩重如山，难以回报。她死了，我恨不得跟了她去，可她不是这里的人，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，难以从死。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，我求太太们将我派了，跟着四姑娘，服侍她一辈子。不知太太准不准？若准了，就是我的造化。我本不该说什么，这紫娟蒙太太派给我屋里，我才敢说。求太太准了她吧，全了她的好心。二爷、奶奶怎么才回来？正想打发人去看呢。才从太太那儿出来，紫娟要跟了四姑娘去做姑子，今儿回了太太，太太也准了。明儿你得空帮她收拾一下，送到园子里去吧。这是怎么说的？只说四姑娘子们混得多了要出家，怎么紫娟也……我觉得很好，若人人都能如他们那样，那就真正干净了。
又说混话了。便算四妹妹有佛缘，难道她连父母之恩都不报了？把这1园子的姊妹都舍弃了不成？若没有了这尘世间的孽债，我也早就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。你混说什么？什么赤条条，来去无牵挂？刚才还好好的，这又怎么了？二爷的脸色有些不对，咱们扶他床上休息吧。四妹妹已无父母，那对兄嫂有和没有也没什么区别。她既不必偿还父母之恩，也无需了却尘世姻缘。便是出家了，又有什么不好的呢？这样的事哪有不去劝解，反倒帮着说好的？这话自己在家说说就是，千万别向别人说去。咱们这位二爷自来说的想的都和别人不一样，人人都只不让四姑娘出家，偏他说出家也不妨。难怪以前一赌咒发誓就是去做和尚去，原是他自比别人多点痴意。我才没了娘，父亲这就又要走，父亲何不带我一起去？非让我落得孤苦伶仃一个人才好吗？这是什么话？怎么是孤苦伶仃了？不是还有平姨吗？你自小跟他大的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你爷爷若还好，我也去不了多久。姑娘才没了娘，这是舍不得二爷。我何尝不知道，这事发突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我走之后，外面的事情一概找云儿、强儿他们2个处置便是。他们2个也没有别人了，要不然让舅老爷来。父亲嫌我累赘，我跟着平姨便是，何苦找那人来呢？且说贾云、贾强送到贾琏，倒替着在外书房住下，有时找了几个朋友吃个车轱辘会。一日，邢大舅和王仁来了。老舅又在我们太太那儿吃了什么气了呀？要这么个解法？他如今是落嫁的凤凰了，还敢给老舅气吃？哎，提这些婆娘做什么啊？就这些个臭婆娘，专不会做好事儿。老舅，我跟你说，我那个死鬼妹妹同令姐比起来，那可是差着好几档子呢。就是，老舅，咱们原先那阎王二奶奶就是他把我娘给弄死的。大凡做个人，总要厚道些。看凤姑娘仗着老太太这样的厉害，如今交了尾巴梢子了，剩下个姐，只怕也要现实现报喽。嘿，他娘就少积德。那姐儿，我瞧着也是个哭丧心的模样，她呀也不是什么有福的命。哎，来喝酒，说人家做什么呀？真是的。老舅吃好啊，长得什么样？这模样是好的很的，这年纪啊也就13、14岁吧。哎，可惜了，这样人生在府里这样人家，若生在小户人家，父母兄弟都做了官，还不发财了呢？真要发财？怎么样？发财法啊？现如今有一外藩王爷，
最是有情的。要选一妃子，若合了事，父母兄弟都随了他，可不是好事吗？扯你娘个臊！这样的事情，他们家哪里会理会呀？对，也是。来，不行，吃点。哎，这也未必。来，云哥，来，这书可以马上。再倒上，再。咱今儿吃好了。若说这位郡王是极有体面的，如果因了这门亲事，虽说不是正配，保管一过了门，子夫的官早服了，咱家的声势又好了。这是哪里的藩王？既要求亲，官没来问。我的姐姐啊，这样的好事儿，家里有姑娘的人家哪家不争破头啊？咱家如今犯了事儿，这种好事儿，那起子拜高踩低的小人能想起咱们？其实这个事儿啊，王家舅老爷最清楚。如果不是他们王家还有些个旧人，哪里能有机会轮到咱们呢？巧姑娘如今不比以前，没了娘，您这做祖母的不替她操持张罗，难道还等着她姑祖母来管吗？既这样，过2日你就叫人来看吧。好嘞。那日果然来了几个女人，都是艳妆丽服。邢夫人只说有亲戚来瞧，叫巧姐儿来见。那巧姐儿到底是个小孩子，哪管这些，便跟了奶妈过来。平儿不放心，也跟着来。偏白茫